小姐，你醒醒啊！我不是在做任务吗？怎么在这里？哎呦，小姐你醒了，你怎么样啊？你不要想不开呀，好好的，你怎么样？哎呦，我的饭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我这是自杀未遂，我怎么可能自杀？在做梦吧？突然大脑一阵刺痛，无数画面在眼前闪过。我难道穿越了？翟思玉14岁，盛天国丞相府嫡女，母亲难产，生下她就过世了，继母柳氏当家做主。2岁时，原主在一次意外中左脸被毁，右腿骨折，不但不医治，反而用寻找良医的借口把原主送去乡下。这一送就是10几年，全靠奶娘林嬷嬷一手把她抚养长大。小姐，你不要害怕，老奴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会让你回去受罪的。奶娘，我想喝水。翟思玉慢慢起身，林嬷嬷扶着她坐起来，靠在旁边的墙上，然后起身倒了一碗茶送到她嘴边。身体的疼痛和眼前的一切让她确定了自己是真的穿越了。翟思玉大口大口喝完了一杯，慢慢闭上眼睛，快速整理着大脑里的信息。3天前，丞相府管家找上门来，让他们马上收拾东西回府，说是给翟思玉说一门好亲事，享清福，吃穿不愁。结果却是嫁给一个商人做小妾。当时林嬷嬷和原主非常气愤，好歹也是丞相府嫡女，怎么能这般被羞辱？但是势单力薄，根本没有办法反抗。原主不愿意受这样的委屈和侮辱，就选择了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成亲？我成你妹！老娘男人必须我自己选。既然接替了你的身体，你的愿我来帮你讨。奶娘，你不要担心我，我没事。我也想通了，回去是肯定要回去的，成亲是肯定不会成亲的。小姐，你可是从小跟义王有婚约的人呢，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夫人当时给你定下的娃娃亲信物，我一直都收着呢。我们去找皇上评理。我们离开这么久，也是时候准备回去了。翟思玉站稳了身子，慢慢向前走了一步，心里瞬间炸裂了。我的饭，原主居然是个瘸子，这我儿呢？翟思玉缓缓闭上眼睛，脑海里浮现出前世自己那170高挑完美匀称的身材，修长的双腿，完美的五官，白皙的皮肤，简直是欲哭无泪。不行，我绝不允许自己变成这个样子。大脑根据前世对应急情况处理的经验，马上思考出了一套解决方案。身为特工，那可是全方位人才，不管是伪装、暗杀、医学、用毒、解毒，那都是专业级别。奶娘，我们还有多少银子？这里只有2两银子。夫人，都已经办妥了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，夫人。他们可有异常？这次的亲事对于她的娘家来说是一次卖人情的好机会，她不容出任何一点差错。回夫人的话，大小姐情绪有些激动，不过小的略施手段威胁了一番，倒也没什么大动静。很好，我记得年底大小姐就及笄了，这件事儿一定要在这之前办妥。是，夫人尽管放心。下去领赏吧。谢夫人。翟思玉，你也算还有点用，翼王妃的位置你也配。哼，娘，你慢点儿，这么大热天的，慢点儿。娘，那件事情怎么样了？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什么时候把他嫁出去啊？翟思清兴奋又焦急地询问。你看你这孩子，就是这般沉不住气。这次只要他回来，那就必须嫁出去。娘都安排妥了。那翼王，我家青儿长大了，知道害羞了。你爹说呀，皇上下旨让翼王今年除夕必须从边境军营回京城，看那意思也是想让翼王早日履行婚约，择日完婚。
翟思玉做了一个简易的捞鱼工具，放在小河中间，只等时间一到，便可以收获新鲜的鱼。转身往小木屋走去，脑子里开始整理原主的过去的生活片段。林嬷嬷是原主母亲的陪嫁丫鬟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说是亲姐妹也不为过。她从小对原主的培养和教育跟大家闺秀相差无几，琴棋书画、闺中礼仪一样不少。翟思玉走到书桌前，拿起笔在纸上迅速开始整理药方，一个是解毒，一个是药浴，一个是调理。1个月时间把脸和腿治好，这具身体太差，应该也能调理得七七八八了。小姐，东西都买回来了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奶娘，先帮我准备一双做鞋的材料吧，最后一步我自己做。我现在去做饭。待两人吃饱后，林嬷嬷把东西递了过来。小姐，你看，你让我做的东西都做好了。翟思玉接过来，拿在手，用鞋底在自己受伤的脚底比划了一阵，拿起针线就开始做最后一步工序。翟思玉想做的正是现代的一种叫内增高的鞋，在短脚这边增加一定的高度，让两只脚长短平衡，从鞋的外观看不出任何区别。穿上以后可以暂时缓解行走跛脚的问题，也可以进山采草药了。翟思玉想想都笑得合不拢嘴了。当林嬷嬷收拾妥当走到屋里，看见穿着内增高鞋正在平稳走路的翟思玉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哎呦，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的脚好了吗？奶娘，你看我走路自然吗？哎呦，自然，太自然了。小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奶娘，我现在想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会相信我吗？感觉有危险气息在靠近，耳边传来沉重的呼吸。小姐，你确定用这个药水再用一次，脸上的印痂就能脱落啊？当然了，奶娘，你放心，老神仙都告诉我了，不会错的。你看我的脚不都好了吗？哎呦，对，神仙不会骗我们的。等小姐好了，我们就去山神庙还愿去。翟思玉熟练地用浸泡了药汁的棉花覆盖在黑色印痂上，脸颊上传来阵阵刺痛。这次跟以往不一样，这个药带有腐蚀性，必须掌握好时间和用量。一炷香的时间分外难熬，翟思玉额头已经布满了密汗，满脸通红，咬牙坚持着。这点痛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，只是一旁的林嬷嬷非常的担心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翟思玉用热水洗去脸上的药汁，用准备好的银针从黑痂和皮肤的缝隙处慢慢插了进去，轻轻一拗，一块印痂跟皮肤分离开来，露出了里面白皙透亮的肌肤，就像剥壳的鸡蛋，完美无瑕。当印痂一块一块被剥落，完美的盛世容颜出现在铜镜里。我去，皮肤吹弹可破，简直就是自带滤镜。这脸型，这下颚线，这立体俏丽的五官，明目皓齿，我都快爱上自己了。奶娘，你看我完全恢复如初了。今天夜色好美啊，身体也恢复如初了。生活还是要有仪式感，我要洗去身上的尘埃，破茧成蝶。翟思玉心里满是感慨，今天终于解决了一件大事儿。他独自一人迎着夜色来到了深潭边，环顾一下四周，没有什么异样，慢慢的褪掉身上的衣服，洁白无瑕的肌肤，微风吹动了满头青丝，有些许凌乱，低垂的眸子掩盖不住眼底的风华。缓缓走进水里，让翟思玉每一寸肌肤都倍感舒适。他微微闭上眼睛，享受着这美妙的时刻。此刻他就像夜间的精灵，在奇幻的花园里小憩。正在他享受这份宁静的时候，感觉有危险气息在靠近，耳边传来沉重的呼吸。翟思玉警惕地转身，双唇却被什么东西堵上了。事情发生得太快，翟思玉回过神的时候，已经落入对方怀里。他抓住对方的手腕，想要甩开，无意探到了他的脉搏，脚底用力一推，一个后翻退到了岸边，抓起地上的衣服把自己裹了起来，一双眼睛带着杀气，死死盯着水里的男人。我的初吻没有了。待看清楚男人的模样，他瞬间石化了。这也太帅了吧！一
中毒快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翟思玉一边说话一边整理自己。不想死，先吃了它。好。这长得太妖孽了，简直就是禁欲系的天花板，行走的荷尔蒙，帅的人神共愤，只看一眼就让人想好了，孩子名字那种，有木有？翟思玉表面上一脸平静，其实内心在疯狂呐喊。那个男人步履蹒跚地走到他面前，直勾勾地盯着他，他也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，眼神中带着怒气。男人越走越近，强大的压迫感让翟思玉下意识地想退后一步。他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从他手里拿过药丸，毫不犹豫地一口吃了下去。瞬间感觉身体一阵凉爽袭来，让他平静了不少。这么强烈的魅毒，眼前这个女子居然可以用药丸压制。我给你解毒，以付我报酬如何？翟思玉双手环抱胸前，歪着脑袋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，等着他回答。可是对方除了盯着他的眼睛，没有任何反应。翟思玉不知道的是，不是对方没有反应，而是太有反应了。因为魅毒的关系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呆呆地望着他，在对方眼里都是极度的诱人。你身上中了一种叫冰裂的毒，据我判断时间应该很长了，每个月15，你都不好过吧？你现在中的烈性魅毒，我只是暂时帮你压制下来，如果不解的话，加上你身上的冰裂，一冷一热，你必死无疑。看你这气场，必定不是普通人。我要的不多，100万两银子怎么样？反正你我萍水相逢，我不问你过往，你不问我出处，到时候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效果，明晚就是15，如果你觉得有效，后晚你就带上100万两银票，在这里等我便是。你不怕我杀了你封口吗？当然怕了，不过你不会的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因为马上你就会需要我帮你解这魅毒。男人双眼变得通红，嘴唇微张，呼吸急促，心跳加快，皮肤越来越烫，想把对面的女人拥入怀中，把她揉进自己的身体。怎么样，考虑好了吗？哦，你想怎么帮我解毒？翟思玉微微愣神了一下，缓缓走向他。他身体越来越软，根本不能快速行动。他突然抬手点了男人的穴位，动作极快，男人整个身体便向他倒去，两人抱了一个满怀。鼻尖传来淡淡幽香，让他全身每个细胞都在叫嚣。他皱起了眉头，喉咙强忍着不愿发出声音，呼吸变得越来越重，满脸憋得通红。翟思玉扶起他，靠在一旁的树边，看着他已经迷离的双眼，满头的汗珠，忍受着痛苦的折磨。他知道，他压制体内的毒素已经到了极限。这个男人还真能忍，这种肉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折磨，常人早就崩溃了。这个男人不简单。现在开始，你可以闭上眼睛。翟思玉淡淡的说道，一颗药丸直接放入男人口中，双手10根银针夹在指尖，快速封住他体内经脉，防止气息暴走。翟思玉伸手仔细探了一下他的脉搏，比之前稳定平缓不少。你想干什么？给你解毒，我说了你可以闭眼。男人缓缓地闭上双眼，药物的作用让他失了心神，只想寻找宣泄的出口。他皱起了眉头，喉咙强忍着不愿发出声音，呼吸变得越来越重，满脸憋得通红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随着一声长长的闷哼声，周围安静了下来，只有风声、水声和虫鸣声。翟思玉看着眼前的男子已经沉沉昏睡过去，探了一下他的脉搏，拔出银针，针头泛着淡淡的黑绿色光泽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种阴险的毒药，也就是遇到我，不然他应该活不过明天。醒了以后，红色吃1颗，1天3次，4个时辰1次，黑色亥时服用，方能度过今夜危机。明夜子时带上100万两银票，在此等候。男子看着字条上娟秀工整的墨迹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绝美的容颜露出来昙花一现的笑意，眼里的深意却让人猜不透他的思绪。只见他单手放在唇边，一声悠长独特的鸣声响起，身边瞬间落下几个黑影。
主子，昨夜偷袭之人乃死士，活口全部服毒自杀。回。小姐，你这是？奶娘，我们这次回去一定要对我恢复的事情暂时保密，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还有，话还没说完，一声巨响传来，小木屋的大门被人一脚踢开。去查昨夜的女子是谁，从小到大，全部。我当屋里没人呢。大小姐安好，在下奉夫人之命前来看看大小姐为何迟迟未归。夫人对大小姐挂念得紧呐。本小姐这段时间受了风寒，身体虚弱无力，有劳刘管家回去告诉夫人，我休养好了就会回府，不会耽误我的吉礼。小姐，你身子虚弱，不要说话了。这是夫人给你的百年人参，让你补补身子。吉礼后出嫁，不要丢了丞相府的脸。就你这样子，我看吃了也是浪费，一脸晦气。奶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好着呢，过几天我们就会有银子了，到时候你帮我。哎，你说主子今天晚上能不能安然度过？肯定可以啊，主子是什么人？那是最接近神的人，肯定没问题。进来。哎，叫你呢，快去。什么叫我？明明是叫你，你少在这里瞎说，快去，别让主子等急了。主子，属下来了。去查昨夜的女子是谁，从小到大，全部。昨夜，女子，我错过了什么？什么女子？难道主子有女人了？啊！千年铁树开花了！你中风了？主子，属下昨天去追杀黑衣人，没看到是什么女人。下去吧。是。主子，秦公子求见。请。哎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今晚我已经给你配好药浴了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你难受的。跟之前一样，我先给你施针，然后……你看看这是何药，可有不妥？秦玉天接过来，打开药瓶，倒出一颗红色药丸，在鼻尖闻了闻，用银针挑了一点药渣放在手里，捏成粉末，又闻了闻，然后又弄了一些放进茶水里，待融化以后用银针搅拌了一下，仔细看了一下银针，然后端起茶杯一口喝了下去。阿凑，你这个药哪里来的？你倒是说话呀，这药哪里来的？怎么，可有不妥？这个药是针对类似冰裂之毒制作的，而且里面有几味药材，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我尝了一下，入口温热，渗透心脉而不受损。快告诉我，这药谁给你的？我愿意花重金买这药方。阿凑，你还好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在笑啊？我笑了吗？哎呦，你快告诉我，这药哪里来的？男人眼神往桌上看了一眼，秦玉天快速走了过去，拿起纸条和桌上剩下的一个药瓶，认真的看起来。哎，阿凑，这药你吃吗？如果不吃，我带回去研究研究。吃。男人淡淡的开口，脑海里又浮现出那女人笃定的模样。一股温热在身体里慢慢延伸，之前由冰裂产生的痛感缓缓减轻。密室内，阿策坐在大大的浴桶里，整个身体浸泡在滚烫的药液中。他满头密汗，牙关紧闭。秦玉天一直守在一旁仔细观察，并用银针引气入穴，让其得到缓解。这么多年，秦玉天一直都在研究毒药的药方，但是始终不得其法，只能暂时缓解和压制，让阿策每月15之日能减轻冰裂之毒带来的撕心裂肺之痛。而且最近几个月感觉有无法压制的迹象。什么时辰的？马上亥时了。秦玉天严肃答道，然后把药丸递到男人面前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一口把黑色药丸送入口中。一股温热在身体里慢慢延伸，之前由冰裂产生的痛感缓缓减轻。他闭上眼睛，慢慢开始调整气息。每次毒发都感觉自己内力被压制一些，这次他能明显感觉到内力没有被压制减少，反而还有一丝丝的恢复。1个时辰后，马上子时就过了，证明毒发也会慢慢减轻。他缓缓睁开了眼睛，一旁的秦玉天焦急地上前询问：阿策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突
然木桶里的阿策一口黑血喷吐而出，然后整个人直直的晕了过去。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休息？你要仔细身子呀。奶娘，我在想以后我们换个地方生活，或者去别国做点小生意，然后我们幸福快乐的过一辈子。小姐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你是丞相府嫡女，而且跟翼王有婚约，哪里能随意离开圣天国呀？我知道夫人心怀不轨，但是有老爷在，她还做不了这个主。奶娘，你说我跟翼王有婚约是什么时候定下的呀？我怎么没有印象呢？而且我也没听你提起过。之前你还太小，我觉得夫人不会这么快想起我们，所以没有给你提起。但是现在我必须给你好好的说一下了。你母亲蓝银霜是前将军府的嫡女，才情过人，倾国倾城，遍绝京城，当年可是轰动四国的第一才女，求亲的人更是络绎不绝。一次外出白马寺祈福，遇见了翼王的母亲珍妃，当时她有孕在身，却在山林里迷了路，你母亲遇见了她，并救了她和腹中的胎儿。再后来他们变成了手帕之交，珍妃并向皇上求了这个娃娃亲，若一男一女则为夫妻，若童男童女则为兄弟姐妹。后来珍妃顺利诞下一位皇子，就是现在的翼王。2年后你母亲嫁入了丞相府，然后次年生下了你。说来也是奇怪，你母亲当时难产过世，宫中的珍妃也在当天晚上突然病逝，香消玉殒。当天晚上将军府也遭遇变故，蓝将军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是将军府都被抄家发配流放了。说到这里，林嬷嬷伤心地哭了起来。翟思玉怎么左听右听都嗅到了一种阴谋的味道？多年的特工生涯让他觉得这件事儿绝对不是偶然，但是具体的内幕他现在不得而知。你很喜欢摸我。快，你还要在那里看多久？银票带来了吗？我去，这人是鬼吗？在我面前秀瞬移，动作太快了吧！想着，翟思玉鬼使神差的用手指戳了一下对方的胸口，用手摸了起来。男人一下抓住了他的手腕，用低沉磁性的声音说道：你很喜欢摸我。谁喜欢摸你啊？你跟鬼似的，突然一下就过来了。我只是确认一下你是不是人而已，明白吗？哼！边说，他一边把手抽了回来，揉着自己的手腕。男人就这样一直盯着他，也不说话，看了他半天。这是什么人呀？哑巴？结巴？还是社交恐惧症？还是语言不通？喂，我说你看够没有？我知道本小姐长得倾国倾城，美艳绝伦。那天的事情我们已经扯平了，你摸了我，我也摸了你，而且我是为了救你，算起来我还更吃亏呢。提到那天晚上，男人心跳加速，耳尖微红，当晚的柔软的余温仿佛还在指尖萦绕。这女人不害羞吗？真是什么都敢说，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。既然我收了你钱财，那我就必须替你消灾。说完对男人伸出了手，男人会意地露出了手腕。翟思玉把手指搭在对方的手腕上，仔细地开始诊脉。你从很小的时候就被下毒了，而且直到现在都还在继续对你下毒。这种毒无色无味，不易察觉，最开始身体没有任何变化，但是当你习武有内力之后，毒性才会越来越强，内力越强大，发病时候越痛苦。毒素会冰冻你的每一根血管，血管就像锋利的刀刃，不停地割着你的五脏六腑，犹如万箭凌迟一般。直到某一天，身体无法承受，全身冰冻，血管破裂，然后你就会几成把握？那天我给你的药，你吃了什么反应？给我说一下。男人把那天从吃第1颗到后面吐血晕倒后，醒来后整个人轻松不少，都详细的给翟思玉讲了一遍。我有办法了，9成把握。治疗之前，我必须确认一件事情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。好，医患关系必须绝对信任，才能有好的效果。之前帮你压制此毒的人，我必须见见他，我不会时刻在你身边，他可以帮我完成一些事。第二，你的饮食起居必须由信得过的人亲手准备，包括水、餐具、衣服、被子、熏香等等，只要是近身使用的都要格外小心。这个毒银针是无法验出来的，到时候我会给你一种药水，你可以用它验毒。每日早上针灸行穴，晚上药浴，配上我做的药丸，用药汁我担心有人动手脚，
7天调整一次药方，到15当日，你的内力不但不会被压制，反而会恢复。先这样治疗1个月，然后下个月我再调整方案。你最好在附近置办一处隐蔽的宅子，我要在哪里配药，你也需要在哪里治疗，不用太大，隐蔽干燥即可。好，明日午时我在这里等你。你这个人长得真的很好看，多笑笑应该更好看。我走了，明天见。主子，需要跟上去吗？不必，回。一跃，从后面一下搂住翟思玉的腰，在他耳边轻轻低语：“抱紧我。”阿策，你说真的，我能见到那位高人，他也要我参与治疗。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，你等我啊。说完，一溜烟就不见了人影。若爷，王爷，北边7国最近异动频繁，西曹国和南陈国有联手的迹象，还有宫里那位，找点事情，让他们忙起来。是，王爷。奶娘，今天开始我会去镇上卖山货，你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吧。小姐，那怎么可以？这些事情应该是我来做才对。奶娘，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再过3个月我们就要回府，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。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我在镇上置办了一个宅子，很安全，这里也必须留人，不能让丞相府看出异样。这些是我卖100年人参的银子，你收起来。好，小姐，你要万事小心呐。午时深潭边，我想在治疗之前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可是，你不打听我的身份，同理，我也不会问你，如何？好。你可以称呼我玲珑，也可以称呼我神仙姐姐，或者小仙女。玲珑是他前世的任务代号。你呢，我就称呼你为叶公子，如何？不知为何，我为叶公子。我这是方便记忆法，应景取名。我们的缘分开始在月黑风高的夜晚，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呢。哦，不知道这位仙女姑娘对哪一段记忆犹新呢？你不准说出来，枉费我费力气帮你解毒。感觉到满脸的热辣，说完转过身就飞快地向小镇方向快步走去。南宫策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就像被羽毛轻轻拂过，有一丝不知何物的感觉油然而生。他纵身一跃，从后面一下搂住翟思玉的腰，在他耳边轻轻低语：“抱紧我。”翟思玉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感觉整个人被横抱着腾空而起，下意识的双手抱紧南宫策的脖子。他才发现自己快速穿梭在森林里。南宫策感觉到女子身前的柔软贴在他的胸口，悠悠的体香让他乱了些许呼吸。翟思玉的头放在南宫策的肩上，双手搂着他的脖子，他身上的冷香让他的心平静下来，感受着他强有力的心跳，心里有了一种安心的感觉。这就是你找的地方，这么大？怎么，有何不妥？我不是说要隐蔽要低调吗？你弄这么大一个豪宅，我每天过来太显眼了。无碍，这里是我的别院，你住下便是。喂，我说你等一下，我一个未出阁的黄花大闺女，怎么能跟你住在一个屋檐下？被人知道了，我还怎么嫁人啊？你要嫁给谁？这什么情况？他在生气吗？我说错什么了？我是怕经常出入这里，影响公子清誉。我还未出阁呢，没有要嫁人，没有。刘伯，带姑娘下去休息。是。只要他说，他就信。进。这是要准备的药材和东西，今天晚上和我就需要。有几种珍贵难寻的药材，下月15之前必须找到。可，跟我来，这里就是专门给你准备的配药房，进去看看吧。我去，这里真是什么都有啊！制作药丸的工具，熬药的器皿，齐全的药柜，偌大的操作台。如果加几台现代设备，完全能跟中医实验室媲美啊！如何？喜欢吗？喜欢。今天晚上我要在这里通宵配药，明天一早开始治疗。公子，秦公子到了。带他去书房，他就是长期帮我控制毒发的人。阿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慢了？怎么还不过来？秦雨天这次带了大量的稀有药材，而且一心想见高人，心里既兴奋又急迫。一盏茶时间过后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阿策，你来了，人呢？高人呢？你看看这些药材，晚膳前送到庭竹院。还有，这里没有阿策，只有公子。这些药材我都带过来了，
有几位稀有的，我马上安排人去找。高人呢？高人在哪里？这里怎么会有女人？乖，给你这个，这个是验毒药水，每次放1滴，在烧沸的水盆里，然后放在房间，一盏茶时间，房间里有毒的地方就会呈现深绿色。好。这位是秦公子，他一直帮我控制毒发。啊，那公子，这位姑娘是谁啊？我吗？你可以叫我玲珑，也可以叫我神仙姐姐或者小仙女。小仙女？你真的是仙女啊？不到你了，给我说说她的情况吧。小仙女，开门，我给你送早膳来了。你去转告公子，早膳后开始。好，我马上去。你先吃点东西啊。一炷香后，3人来到一间密室，四周灯火通明，非常隐秘安静。你看好了，尽量记住这套针法，危急时刻可以救他性命。脱衣服，躺下。有问题，他们2个绝对有问题。阿瑟是谁呀？那是母蚊子都不敢近身的人呐，现在居然在女人面前这么自然的脱衣服。他绝对不是第一次在这女人面前脱衣服，这女人也绝对不是第一次看他脱衣服。行针为1个时辰，共用针360根，期间不能使用内力，可能会出现晕厥或者吐血。有我在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南宫策又一次看见他自信笃定的眼神，对他有种莫名的信任感，只要他说，他就信。翟思玉走到床边，银针密密麻麻平铺在一旁，深吸一口气。开始了。翟思玉给南宫策服下一颗药丸，然后手里银针一根一根又快又准地刺在不同的穴位上。过了1炷香的时间，南宫策突然吐出了一口黑色的血，然后就晕过去了。他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这是好事情。体内毒素淤积多年，深入骨髓，侵入五脏，不这样逼一下，根本排不出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南宫策缓缓睁开了眼睛。他从来没这么虚弱过，但是身体却前所……哎，我说，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就是医患关系，反正我已经交代完了，剩下的交给你吧。这是晚上要运用的药包，你来负责。他去哪儿了？不会跑了吧？午膳的时候他就找不到翟思玉了，南宫策没有说话。其实他也很想知道他去哪儿了。若风、若野，属下在。去查一下深潭附近，有没有一位年龄15左右的女子生活的痕迹。仙女姐姐，昨天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都很担心你呢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走吧，时辰差不多了。密室内，南宫策坐在那里，心里有些闷闷的。他居然一夜未归，他难道不知道女子不能这样吗？翟思玉跟秦玉天走了进来，他来到南宫策的身边坐下，感觉到他身上的低气压。奇怪，他又怎么了？把手给我。不错，效果很好。按这样的效果下去，3个月可以完全解毒。我解毒的思路跟一般的不一样，我融合了中医的阴阳调和的方法，排、补、泻、养同时进行，而且方案随时都在改变，所以食补、药补、行针、药浴一样都不能少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你身中剧毒，想必仇人也不少。这段时间最好隐秘行踪，吃穿用度不能再被下毒。3个月后，你的内力会增加10年的修为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杀了你的仇人。1个时辰行针结束后，南宫策就醒了过来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转身看到南宫策的瞬间，他就被定在了原地。这个男人真的是太勾人了，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魅力。你很喜欢看我，我很好看吗？怎么声音也这么好听啊？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哼，不跟你说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翟思玉转身往门口逃一样的走去。这个妖孽，我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他怕自己扑过去。你晚上不要出去，危险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好吧，以后晚膳前我会回来的，晚上不出去。说完转身走了出去。王爷，深潭周围只有1处有女子生活出没的痕迹，只是什么？在深潭下游小河边有一个小木屋，里面住了一个女子，已经在此居住了10几年了。她是……说。那个女子是丞相府嫡女，
小时候不知为何毁容残退，然后被遗弃在此，跟奶娘一起生活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女子出没。丞相府嫡女，翟家。他依稀记得小时候照顾他的赵嬷嬷偶尔提起过，翟家嫡女好像跟他有婚约，当时还有一块玉佩。后来他去了军营，就没人再提起过这件事情。慢慢的，他也淡忘了，甚至连丞相府嫡女的名字都不知道。继续留意小木屋内的动静，还有，把丞相府前15年内的府内情况查一下。是，属下告退。而且，他喜欢女人，我也是，我跟他亲如兄弟，你清楚了吗？翟思玉在庭竹院收拾了一下，转身就往厨房走去。他要去看看他的药膳准备的怎么样了。一路上偌大的府邸没有几个下人，而且清一色的都是男子，不应该呀，怎么一个丫鬟都没有？难道他好男色？想到秦玉天呢对叶公子担忧焦急的神色，难道他们是那种关系？秦玉天现在完全接手了南宫侧的衣食住行，就跟贴身侍女一样，吃喝拉撒都是他负责。小仙女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就是来看看药膳做的怎么样了，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嘛。哦，放心吧，公子的3餐都是我亲自经手，严格按你的配方做的，绝对没问题。等一下就好。哎，快尝尝，我亲手炖了1上午呢，第一次做汤，看看好不好喝。不错。不合胃口吗？没有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明天我叫人做。不用。这又是怎么？平时这丫头不是话挺多的吗？难道我惹到她了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没有为公子准备晚膳吗？已经准备好了，在等你一起用膳呢。晚上几味稀有药材有消息了，我要去确认一下，所以药浴的事情你……停，你意思是要我去看着他药浴？难道这里没有其他下人了吗？他有洁癖，不亲近的人根本无法近身伺候。我跟他也不亲近，再说了男女有别，这沐浴怎么能共处一室？他没穿上衣你都见过了，不是说医者不分男女，眼里只有病人吗？翟思玉感觉一肚子的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，只有默默应下了。今天我需要泡多久？昨天泡多久，今天就泡多久。你怎么了？你在生气吗？没有。你放开我，弄疼我了。南宫侧松开了他的手腕。你先药浴，我在门口，你先来浴桶，我再进来守着。哎，可惜了，你怎么会喜欢男人呢？哎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问你感觉如何。你从哪里看出我喜欢男人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宅子里一个侍女都没有，还有你看看，秦玉天巴不得黏在你身上，就跟小媳妇一样。要是正常男人能接受这样的吗？哦，身边没有侍女，秦玉天照顾我，所以你觉得我喜欢男人？那不然呢？哎，可惜了我的初吻，没有给到一个真男人。哎。南宫侧真的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说他不是男人，还说初吻没有给真男人，居然说他跟秦玉天是断袖。秦玉天是我从小到大的至交，我习武，他习药理，我受伤都是他帮我处理，我中毒以后，他也一直在帮我想办法控制，所以我不排斥他靠近我，而且他喜欢女人，我也是，我跟他亲如兄弟，你清楚了吗？南宫侧突然从浴桶里站了起来，翟思玉惊呆了，马上用手捂住了眼睛，但是还是继续从手指缝隙里往外看。他果然各方面都很男人，这腹肌，这腰身，这胸肌。他走出浴桶，随手拿起一旁的干爽的衣袍穿上，眼睛里充满了欲色，魅惑而又深邃。你不是说我不是男人吗？南宫侧的俊脸越来越近，他能感受到他炙热的呼吸，他的嘴唇离他的嘴唇也越来越近。他要吻他吗？为何闭眼，在等我的吻吗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突然嘴唇被轻轻覆上，柔软顶开了他的朱唇。他能感受到他的热情和占有，他想吮吸他所有的美好，他整个人一直晕乎乎的。就在他有点呼吸困难的时候，对方停了下来。初吻的滋味好吗？我去，
这个男人太会了吧，简直随时都在说着情话，这谁抵得住啊？还好我是现代人，我见过世面，虽然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是看过韩剧，也算有经验。你上次也是初吻？是。次日清晨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怎么能随意行动？再说了，这个世界男尊女卑，三妻四妾，我可不会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爱人，所以我跟他是不可能的。小仙女，你来了，你要的稀有药材已经送到了，接下来就有劳了。好。从他进来的时候，南宫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他，看着他都没有看自己一眼，心里又开始闷闷的了。这女人到底在想些什么？误会不是都说清楚了吗？怎么还是不理他？翟思玉默默地吃着粥，看他不夹菜，南宫策鬼使神差地给他布起菜来。秦玉天又一次刷新了张嘴睁眼的记录，真的太惊讶了！阿策居然给女人布菜。我今天要出去一趟，明早回来。好，万事小心。奶娘，我娘当年的嫁妆现在在哪里？你还有清单吗？小姐，清单我一直收着呢，至于那些东西和铺子，应该都在夫人手里。哼，在她手里，那也要她能拿得住。奶娘，这就是那块婚约的玉佩，2块玉佩是皇家特别定制的，你跟翼王一人1块，2块玉佩一模一样，世间独一无二。夫人的嫁妆清单也在这里，你看看吧。小姐，这玉佩你要好好收起来，丞相府估计也在打他的主意。奶娘，你给丞相府捎个信，就说遇到一位神医带我们去治腿了，我们会按时回府。好啊。我担心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会有危险，过2天我来接你去镇上。好的，小姐，我都听你的。原来他们用我娘的嫁妆过着奢靡的生活，却把我丢弃在这里。奶娘，回去后我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王爷，丞相府有一嫡出大小姐，其生母是当年轰龙4国的才女，倾国倾城，才华横溢，是前将军府嫡女蓝银霜。当年她与珍妃有救命之恩，保住了王爷的性命，成为手帕之交，所以你跟那位大小姐定下了娃娃亲，玉佩为婚约信物。记得奶娘小时候曾经提过几次，明日去把玉佩取来。是。继续说。所以你是我唯一碰过的女人，我没有其他人。秦玉天开始在翟思玉的监督下行针。秦公子，这套针法你已经学会了，以后行针要运你来做。我这几天要开始研究后续的解药，还要为15做准备。不过每日我会过来给公子诊脉。现在你身体内脏腑毒素清理了大部分，接下来要继续清理血液骨骼经脉里面的毒素。好，有什么需求直接告诉我。王爷，玉佩我已经从赵嬷嬷那里拿来了，赵嬷嬷叫我给王爷带句话。何事？她说叫王爷一定要履行承诺，娶丞相府嫡女为王妃。小木屋情况如何？他们现在已经搬到小镇上居住了，那位小姐好像经常外出。哦，她去哪里了？属下不知，经常一晃眼就不见了。等下去外面领30军棍。是。现在边境和京城如何？回禀王爷，3国聚宝楼已经从货物流通上减少物质供应，而且各国重要官员早年府上安排的人已经开始行动，现在也有人到处在打听王爷行踪，经常有人夜探翼王府。好得很，翼王府什么时候也成了阿猫阿狗可以随便打探的地方了？让他们有来无回，一个不留，把尸体挂在城门口，传出本王在七国受伤的消息，来者杀。是，属下这就去领罚。这几个月绝对不能出任何差池。星月皎洁，冥河在天，四处无声，声在树间。没想到姑娘的才情如此过人。你走路没声音的吗？吓死我了。可是想家了。家是何物？他轻笑一声。我早已寄情于山水，准备笑傲于江湖了。你不如寄情于我，一起笑傲江湖如何？我说，你怎么这么会说情话？再加上这俊美的脸，不知府里有多少美妾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我可不会跟别人共侍一夫的，我的男人只能是我一个人的，所以我们是有缘无分。哦，你从哪里看出来我府里有美妾，而且还很多？我就是知道。你不会又是自己臆想出来的吧？
你不记得我说的话了？什么话？看来你是真的忘记了。说完，一只手扣在他的脖子后面，柔软冰凉的唇贴了上去，有力的大手让他们的唇再次密不可分。这人怎么一句话不对就开撩接吻呢？想起来了吗？想起来了。所以，你是我唯一碰过的女人，我没有其他人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很好。今日是15月圆之夜，翟思玉这2日忙得昏天黑地，一直在药房里配药。今晚非常关键，他必须保证万无一失。把这药丸吃了，然后脱掉上衣，盘腿调息。翟思玉把药丸递到南宫策面前，他想都没想放进嘴里。一炷香后，只见南宫策全身出现了一层白霜，连头发都微微发白。快进药浴！翟思玉快速用银针封住了大椎、神道、至阳、命门，一路向下。这时，大口的黑血从嘴角流出，身上的白霜没有再变厚。翟思玉抓起南宫策的左手腕，用匕首快速一刀，黑色腥臭难闻的血流了出来。秦玉天连忙把他的手放在浴桶外，用一个铜盆接住黑血，焦急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”我已经把脏腑毒血逼出来了，身上白霜消退，就算度过危险了。你给他包扎一下伤口，还好这1个月药膳补了大部分元气，不然他会昏迷几日，治疗就要停下来了。1个时辰以后，南宫策缓缓睁开眼睛，身上皮肤已经恢复正常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很好。看你担心我，我很开心。这人都这样了，还在说情话，真是撩死人不偿命。我先帮你收针，你不要说话，保住元气。一边说一边动手快速收掉银针。别看了，现在你很虚弱，需要闭目养神。听你的。秦玉天这下算是看明白了，王爷这是喜欢上人家了，1000年的铁树终于开花了。小仙女，你快去休息吧，我来守着他。没事儿，我等他睡着了再走。大娘，你还记得丞相府的布局吗？我当时太小，完全没有什么印象。当然记得，当年你母亲住的是正院翠云阁。林嬷嬷一边说着，翟思玉一边画着。很快，一幅丞相府的布局图就呈现了出来。大娘，我想抽时间偷偷回去一趟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小姐，你要万事小心。你要去京城？这几日的药我都配好了，你就按我交代你的做。可是你不在，我心里没底啊。公子也……你去京城有何事？我可以帮你。是去处理一些私事，公子应该不方便插手。那好，你万事小心，早去早回。不会耽误你解毒的。若风，若言，属下在。保护好他。是。小姐，奴婢刚才去楼下打听了一番，听说翼王在七国边境受伤了。你说什么？有没有受伤的怎么样？奴婢不知，不过小姐放心，我已经买通了小二，有消息他会通知我的。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我那个便宜未婚夫真是风流啊。娘，你说他们真的被神医接走了吗？会不会是跑了呀？青儿，你就是沉不住气，一个瘸子一个老奴，他们能跑到哪里去？我就是担心嘛，现在那个玉佩还在他们手里，万一他们不回来，那我……娘知道你的心思，你放心，你就是丞相府嫡女，早没人记得那个小贱蹄子了，你绝对会顺利嫁给翼王的。我去，这对恶心的母女原来在打这个算盘。那万一他的腿真的被治好了怎么办啊？那就再打断他。好得很啊，柳氏，心肠如此歹毒，还想打断我的腿是吧？哼，我会慢慢玩死你的。一阵泥烟从窗户纸里飘了出来，不一会儿，两人便闷声倒地。翟思玉翻窗而入，落在两人旁，用脚重重地踢了几下两人的肚子，然后用手打肿了他们的脸，又把衣服给他们全部撕烂，丢在一旁，一点没有手软。怪不得我那个便宜爹这么宠溺这恶心女人，果然细皮嫩肉啊，身段妖艳，哼，很得宠是吧？说着，翟思玉拿出药粉，轻轻抖了一些粉末在他的私处，这个痒痒粉足够让他痒上一阵子。
以后还想伺候男人，还想得宠。心里一阵畅快，他把这2个恶毒的女人弄到屋门外，摆成一个大字。这么好的身材，应该让大家看看。你们就等着一早小资婢女过来围观吧。然后转身进屋，准备把屋内洗劫一空。你一大早鬼叫什么呀？若是吵醒夫人，你小心挨板子。嬷嬷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好像是2个死人。夫人，小姐，赶快过来扶夫人小姐进屋，把大门关上。就说夫人得了风寒，需要休息。是。你要敢透露半个字，你知道下场。快来，夫人！夫人，你终于醒了。哎呀，我这是怎么了？青儿呢？老嬷嬷把今早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了他。你说什么？青儿在哪里？小姐在里屋还没有醒来。难道昨夜我和青儿都被贼人玷污了？夫人，你放心，小姐可是完璧之身，你也没有被侵害的痕迹。这件事儿不能走漏一点口风，绝对不能让老爷知道。这几天就你近身伺候，春喜和春风就在外院，然后把看到的人都解决掉。已经解决了。老嬷嬷回答道。是谁？到底是谁敢在丞相府如此放肆？娘，我全身好痛。里屋一个虚弱的声音传来，柳氏稍稍回过神。不行，必须保住青儿的名声，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。突然柳氏觉得身下私处奇痒无比，她想用手抓，却又不好意思。嬷嬷，我要沐浴，给我拿点药膏来，再拿点止痒的来。是。不错嘛，柳氏，吃了这么大的亏都能忍下来，我看你能忍到何时？怎么办？我不想别人看到如此美丽的你。小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他们居然真的打那块玉的主意？奶娘，我已经送给他们一个见面礼了，他们真是罪有应得。不过我们回去后一定要多加小心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是你吗？我的未婚妻小仙女。不会吧？不能吧？我在紧张什么？难道他对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除了长得帅、身材好、多金会撩人以外，好像没有什么吧。你回来了。天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听到他声音我会心跳更快了？感觉他靠近我会耳朵发烫。你在找我吗？翟思玉鬼使神差的转身就想跑，正当他准备跑路的时候，一只大手拉住了他的手腕。你的衣服做好了，你不想看看吗？对啊，我的衣服，这几天忙来忙去都忘记了，想看我的衣服在哪里？在庭竹院。走吧，我带你去。哇，这绣娘真不简单，做的跟我设计的如出一辙。你要试试吗？如果不合身，可以马上修改。怎么样，公子，我设计的服饰好看吗？喂，你被点穴了吗？怎么没反应呢？不好看吗？怎么办？我不想别人看到如此美丽的你，我不想。怎么办呢？我想把你藏起来。难道这就是恋爱的感觉？感觉还不错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心情，但是现在我很明白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 Oh my god， 我的妈妈咪，太上头了！这是在告白吗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看见你心里会紧张，心跳会加快，想每天看到你。那你就把我藏起来吧，我也喜欢你。听到翟思玉的回应，南宫策再也忍不住了，如暴风雨一样的吻落在了翟思玉唇上，唇齿相依。这一次，他给了他最热情的回应，互相品尝着对方的甜美。叫我阿策，叫我玉儿。阿策，阿策，玉儿，我在。阿策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世，我不想对你隐瞒，我想坦诚相待。好，你说，我慢慢听。我是京城丞相府的嫡女，我的名字叫翟思玉。约摸1炷香的时间，翟思玉说完了原主的所有生平事迹，
以及从小跟翼王有婚约，年底就要回京城的事情。说完了。翟思玉小心的点点头。那该我说了。我也从小有婚约在身。我的婚约是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就定下的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放在心上，早把这件事忘了。玉儿，你有认真在听我说吗？我累了，我想休息了。玉儿，你听到我的名字了吗？你听到了吗？啊，我没听到。玉儿，我的名字叫南宫策，是圣天国的三皇子。三皇子？他怎么会是皇子？完了完了，这下更没有希望了。婚约本来就是一个皇子，就算退了婚，也不可能再嫁另外一个皇子啊！这下彻底没有希望了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怎么回事？他知道我是神的，不是应该高兴吗？怎么受了打击一样？玉儿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了？阿策，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法在一起了。就算我退了婚约，怎么可能再嫁皇子？你怎么还能想得出来？你是不是在戏弄我，看我笑话？玉儿，我就是你的未婚夫，翼王，我就是和你从小有婚约的人，听明白了吗？你是翼王？你真的是我未婚夫？是。你还记得这个吗？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。是我，玉儿，原来我喜欢的女子就是我的未婚妻，真好。神风谷、狼毒花、草乌、木蝴蝶，小仙女，这些都是剧毒的药材，你确定都要用吗？确定。你先去按我说的数量准备好，然后用大锅熬起来，等下我有用。哦，好的。玉儿，辛苦你了，等我解毒了我们就成亲好吗？据我所知，现在京城里想嫁给战神翼王的女子，绕着京城都能排好几圈呢，搞不好邻国还有一大堆呢。玉儿这是吃了什么呀？怎么今天有点酸酸的味道？我才没有呢，能抢走的爱人就不是我的爱人，你说是吗？我今生只会有你一个妻，谁也不要，非你不娶。一个霸道的吻就落在了他的唇上，缠绵悱恻。阿策，阿策，再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我知道你很痛，有我在，你不要怕。割破他的手腕脚腕，快，我马上要逼最后的经脉之毒。齐玉天没有半分犹豫，手起刀落，一股股黑色刺鼻的血涌入水中，水面瞬间冒着寒气，瞬间有了结冰的趋势。快，加入扩张经脉的药。翟思玉和秦玉天都全神贯注地盯着药汁里的人，一步没有离开。突然一声嘶吼打破了寂静，浴桶里的人全身渗出了黑色的血液，鼻子、眼睛、耳朵、嘴角、周身皮肤全在渗血，看起来十分恐怖，也十分痛苦。快按住他，不要让他离开药汁。阿策，阿策，再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我知道你很痛，有我在，你不要怕。小仙女，还有多久阿策才能结束啊？我真担心他受不了这种苦痛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子。不用担心，我相信他可以的，只要熬过这一关，他将会蜕变成无人能敌，百毒不侵。我的男人必然是天下第一的强者。玉儿，阿策，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有没有哪里难受？我没事，除了有点口渴和无力，我感觉很好，身体能感觉到温暖的血液在流动，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冰冷刺骨了。玉儿，谢谢你。快别说话，好好休息，好好睡一觉。小仙女，你去休息一下吧，这都3天了，你把身体累坏了，阿策醒来会怪罪我的。阿策，阿策，你醒了吗？玉儿，我很好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口渴了。哎呦，阿策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你知道你睡了多久吗？你要再不醒，我就跟你一起躺下了。喂，我说什么？你跟着躺下了？你在这里要死要活的干什么？现在人都醒了，你哭个什么劲儿啊你？你一个大男人在这里唧唧歪歪，怎么比女人还事儿多？起开，让开！于天，我有点饿了，帮我拿点吃的吧。阿策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去给你做。我最近在小仙女那儿学了好几个养生菜，你等着啊。我再去给你倒杯水。让我抱抱。玉儿，我难受。都怪我，阿策醒了的时候一时高兴，竟然忘了给他检查脉象。
脉象没有异常，余毒完全解了，而且功力也提升了10年。他开心地把检查结果告诉给南宫策，一副求夸奖的小模样，却看见他眼神火热地盯着他，瞬间小脸通红。阿策，我喜欢你眼里有我的样子。玉儿，帮帮我。什么？你要我怎么帮你？就像初见那日，在深潭边为我解毒。阿策，我想跟你切磋一下，你顺便教教我轻功好吗？好不好嘛？我其实也很厉害的，你还没见过我的身手吧？好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切磋一下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等会儿要吃饭了，一会儿早点回来。阿策，你不觉得玉天很适合做家庭妇男吗？家庭妇男是什么？哎呀，就是那个爱在家里做饭的男人。原来是这个意思呀，我们玉儿懂得真多。玉儿，为了避免我误伤你，我就用地上的树枝吧。好，那我也用树枝代替武器吧。玉儿不用，你就用你的武器。我也想看看玉儿的功夫，我不用内力，就用体术。开始吧。没想到我的小女人如此这般深不可测，那我定要全力以赴了。玉儿，你赢了。你赖皮，你都没有认真跟我切磋，不理你了。玉儿别生气，我只是没有见过你这般的招式，所以心里在想，你的师傅到底是何方大能，能教出你这么优秀的弟子？没关系，你不想说也没事，你想说的时候再说，好吗？阿策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我真正的身世，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不要被我吓到。阿策，我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，准确来说，我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。阿策，我之前生活在一个叫地球的地方，那是一颗蓝色的星球，非常美丽，我的国家也非常的强大，应该距离你们这里的文明算是几千年以后的世界了。玄天大陆不属于地球的任何一个朝代，那里没有皇帝，没有皇权贵胄，贵族奴隶，一切都是以民为天，平等自由，和谐共处。那你还会回去吗？我不会回去了，我在那个世界是一名特工，在一次为国家执行任务的时候意外身亡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醒来就到了这里，而且还到了这副身体里面。你会不会害怕，觉得我是孤魂野鬼？不会，你是我的玉儿，不管你是什么形态，都是我一辈子的挚爱。不过巧的是，我之前也叫翟思玉，长相跟现在也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在想，冥冥中自有天意，让我来到这里遇见了你。你说是不是我们某一世情缘未了，然后今生再续前缘呢？不，我不要今生，我要生生世世都与你结为夫妻，永远在一起。玉儿，我们回京城马上就成亲，我一天都不想等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说你们两个去哪里了？说了马上要吃晚饭了，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菜都热了好几遍了。我说玉天，我觉得你适应能力挺快的，而且学习能力也很强。那是，小爷我可是京城有名的才子，就没有小爷我学不会的东西。哎，我说小仙女，我今天做了一道自创的菜，叫苦瓜丸子，灵感来自你上次给我做的香菜丸子。谢谢您嘞，自己留着吃吧。玉儿，今天我陪你去镇上看看你的奶娘吧，我要当面谢谢她对你的养育之恩。现在马上年底了，东来镇也是人多口杂，你现在行踪保密，还是暂时避一避的好。无碍，玉儿放心便是。明日南宫策就要回京了，他要提前绕道从西国方向进京。阿策，明日你一路要小心，我给你准备的防身应急的药，你要随身携带，不能大意。现在你在他们眼中可是身中剧毒，命不久矣。多谢我的王妃了，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你们丞相府的事情需要我帮忙解决吗？不用，就那几条土狗，我还吃不了它们吗？那就真是白活一世了。玉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可爱呢？因为阿策宠我呀，所以我恃宠而骄。小姐，你回来了，快进屋子，别冻着了。这位是……南宫策此时正易容成普通护卫的模样，站在一旁，顺手揭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。奶娘，我是玉儿的未婚夫，翼王南宫策，今日前来拜访，实属唐突。晚辈只想当面感谢你，这些年对玉儿的养育之恩，以后玉儿嫁我为妻，我定不会负她，护她一生一世。老奴参见王爷。
奶娘不必多礼，今日我是以晚辈的身份前来拜访的。在后面的聊天中，林嬷嬷得知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月儿，不用整理了，我都收拾好了。太晚了，你明天一早就要出发，早点休息，我早上过来送你。真是太丢脸了，人家就洗个澡走出来，还穿了衣服的，怎么就冲动了呢？对，冲动是魔鬼，我要出去，立刻马上现在，走你！刚准备冲刺的人，突然一下被整个横抱了起来。月儿，你想去哪儿啊？等等，为什么进浴室了？阿策，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可以走。不行，放你下来你会跑。我没有跑，我怎么会跑呢？话音刚落，一个深情的吻贴上了他的唇，良久才慢慢分开。其实只要南宫策想要他也不会拒绝，毕竟他一个现代人的灵魂，思想上对自己的准老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阿策，你想干嘛？月儿，我不想委屈你，我要给你世间最好的一切，最盛大的婚礼，最难忘的洞房花烛夜，让天下人都知道，你是我南宫策此生唯一的妻子，最幸福的女人。阿策，你就是世间最好的一切，我已经拥有了，你是我的男人。墨竹院内，一对互相深爱的人彼此依赖，相拥而眠。他们要把最珍贵的东西留到最难忘的时刻。月儿，若夜今天开始就跟在你身边保护你。阿策，你路上小心，随时注意检测衣食住行是否有问题，我都给你分类放好了。王爷，王妃已经处理了丞相府的一些事情，现在已经返回东来镇，估计明日就会启程回京。还有，说，王妃让若夜调查王爷在京城的烂桃花，就是那些想嫁王爷的世家女子，还在统计数量。哼，我的月儿怎么这么可爱又霸道呢？若风，传出消息，就说本王伤势好转，即刻回京。是，属下领命。夫人，乡下昨天找人捎来口信，说大小姐就这2日就会回京，您看需要做什么安排吗？这个吉吉礼……什么吉吉礼？他也配？一个乡下小贱人，让他活到现在已经算是恩赐了。可是老爷那边如果问起来，夫人会不会为难呢？柳氏当然想到这一点的，这小贱人就这2日就回来了，他娘家远房的表叔也已经到京城了，到时候邀请来府上做客，夜宿丞相府，还怕生米做不出熟饭。只要这件事办成了，他的亲儿就是名正言顺的义王妃了。哼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给他办一场特殊而盛大的吉吉礼吧，把京中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都请来，让他们都来参加我们丞相府大小姐的吉吉礼。打人了，打人了，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你们放开我娘！停车！你这个小孩赶快走开！你娘已经不是一次偷我家包子了，没想到发了善心还变本加厉，每天都来。这位大人，你行行好吧，我跟我儿子几天没吃饭了，这一路来到京城，本来是来寻找我家相公的，可是他已经另娶他人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这位夫人，不要难过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你还有一个儿子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姑娘，谢谢你的好意，只是我身无分文，实在是又冷又饿，没有办法才会这样的。我一个妇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位店主，你可愿意收留他们母子在此做工，给他们提供一个栖身之所？这里有些银两，算我给他们母子的安身费。好吧啊，这位姑娘你放心，他们母子也是可怜之人，只要他们用心做工，吃饱穿暖，我是可以保证的。这位姑娘，我们母子谢谢你的大恩大德，今晚姑娘尊姓大名啊？来日我定当报答今日之恩。区区小事不足挂齿，你快快起来吧。漂亮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长大了一定要报答你。姐姐家住丞相府，叫翟思玉，你以后就叫我玉儿姐姐吧。原来她就是丞相府大夫人所生的嫡女大小姐啊，怪不得如此美貌不凡。她娘亲可是当时惊艳4国的才女啊。对呀，看来如此善良也是继承了她的生母，这肯定是遗传到了所有优点。丞相府大小姐果然不同凡响，这气质，这容貌，我看京中闺女无人能及。小女子这些年一直在东来镇为母亲祈福，报答她的生育之恩。为了女儿，
他早早离开了世间，唯有这样做女儿的心里才能安心。感谢各位父老乡亲，还能记得我的母亲。说完，微微施礼，转身回到了马车里。在不远处的人群里，有一位粉衣少女正看着发生的这一幕。此刻她双手紧握，恨不得上来撕烂她的脸。娘，那个小贱人现在腿全好了，能走路了，还在街上装什么好人？现在都在说她是个人美心善的仙女。你看你像个什么样子？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。她马上就回府了，要是让你爹爹看到你的样子，会怎么样？你知道你爹爹最讨厌什么吗？那就是家宅不安，姊妹不和。所以把心思放长远一点，他一个小贱人能翻出个什么浪花？我现在可是当家主母，你才是名正言顺的丞相府嫡女。对，我才是丞相府嫡女，生我养我的父母都在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被爹爹扫地出门的贱人而已。小姐，你不要怕，这是你自己的家，我相信丞相老爷不会对自己的亲生女儿怎么样的，有我在，你不要担心啊。奶娘，我不怕，害怕的应该是他们。王妃，他们也太过分了吧！明知道你今天回来，居然都没人开门，这关着门什么意思？让我去把门踢了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翟思玉上前不轻不重地敲着门，约摸过了一盏茶的时间，门内传来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：“谁呀？来了来了！哟，这不是大小姐吗？你今日回府怎么没有提前通知一声呢？你看这……”门口小厮缓缓打开大门，翟思玉一句话没说，扶着奶娘一起走了进去。若野则驾着马车离开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他从明转暗，继续保护在王妃身侧。哎，小姐回府了，老爷跟夫人在正厅呢。小姐，先随我去请安吧。请安？好啊，那就去看看我那个便宜爹长个什么样子。当年把原主那么优秀的娘给骗到手。女儿给父亲请安。奴婢给老爷夫人请安。此时座位上的人仿佛没听到一般，没有一丝反应，继续喝着茶。翟思玉可不吃这一套，自己起身便扶起了一旁的林嬷嬷，然后很自然地坐在了下方客位上。你这是在哪里学的规矩？长辈没说话你就自己起身了，你怎么不给你母亲问安呢？父亲，你怕是时间长了忘记了吧？我的母亲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。这都多长时间了？而且现在的当家主母就是柳氏，你也要尊称她一声母亲，这是规矩。明天就是你的吉祭礼，为父呢也为你安排了一场宴会，到时候各方显贵都会来参加。女儿明白了，谢过父亲。柳姨娘，你一个妾室在我嫡女面前一点尊卑都没有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？玉儿啊，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，明日是你的吉期礼，就是大姑娘了。母亲一定会为你挑选一门满意的亲事，让我们玉儿再也不用吃苦了。柳氏，你终于忍不住了吧？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。玉儿，你小时候跟义王有婚约，但是现在你的容貌已毁，如果嫁给义王那种性情冷漠之人，一定会被他嫌弃，得不到宠爱，到时候也会连累丞相府。为父一定会想办法再为你说门好亲事，绝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哦，听父亲的意思是打算让谁嫁给义王呢？我去了个大头鬼了，这里还有一个青铜隐藏粉，我夫君真是魅力无限啊！自然是你妹妹晴儿。晴儿从小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在京城中也是经验绝绝，所以让你妹妹嫁过去，义王肯定也是满意的。到时候丞相府安稳了，你在婆家自然也会过上好日子的。我去，好有道理的感觉，他真是个好父亲呀，原主真是可怜。父亲难道不怕这样一来会犯欺君之罪吗？要是义王发现嫁过去的不是他母妃定下的人，却是青儿妹妹提嫁过去，执意闹到皇上那里，要解除婚约，怎么办？毕竟这是他母妃跟我亲生母亲定下的婚约，是当今皇上认可的，我的生辰八字可是在宫里都有记录的。你这个贱人，就你这个鬼样子，还想嫁给义王？只有我才配嫁给义王，你就别做梦了。妹妹，义王现在跟我可是有婚约在身呢，你这样大呼小叫的想嫁给自己的姐夫，不知道你这几年在丞相府
都学了些什么？我真的很好奇。青儿，不得对姐姐无礼。看来我平时对你太宽容了，快给你姐姐赔礼道歉。姐姐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不对，请你不要生气。妹妹，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再也不要往外说了。今天都是自家人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起来吧。行了，今天玉儿刚到家，先安排院子住下，通知各院，晚膳在正厅一起吃。翟丞相说完，起身低着头，背着手，若有所思地往门外走去。好啊，你这个小贱人，几年不见，嘴巴越发厉害了，敢在老娘面前耍花样！我告诉你，现在当家主母可是我，日后你还要靠我给你找门好亲事呢。到时候嫁谁都是我说。柳姨娘，你一个妾室，在我嫡女面前一点尊卑都没有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？当家主母，你给我娘提鞋都不配，一个小小庶女就凭你？我娘当年怎么难产过世的？你以为我查不出来？人过留声，雁过留影，你真当以为可以只手遮天？你居然敢打我！我告诉你，柳氏，你趁早夹着尾巴老实点，不然我就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娘，你没事吧？这个贱人太过分了，居然敢动手打人！我要去告诉爹爹。青儿，慢着，他有问题，一定有问题，他是假的，他不是真的。先跟娘亲。小姐，这就是给你准备的院子。你们这些土狗还真当真是狗啊！非要我一个一个收拾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刘管家是吧？想必你也知道，我刚刚回府舟车劳顿，这院子是谁安排的？这个连下人都不会住的地方，你让我丞相府嫡女住在这里？哼，谁给你的胆子安排这里的？我去找爹爹，我要让他来看看他的大女儿回来以后住的什么地方，这些下人都是怎么安排的。好歹他还是我亲爹呢，我看他这老脸要怎么放。哎呦，你看大小姐，奴才真是老糊涂了，上了年纪路都容易记错，这里怎么会是给大小姐住的地方呢？奴才刚才是走错路了，小姐请跟奴才这边走。冷梅阁，小姐，这里面已经给你收拾好了，你稍作休整，晚膳前奴才会差人过来叫你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奶娘，麻烦你烧点热水，拿一个盆子装进来。这里的房间我要检查一遍，我们现在不得不小心一些。好的，小姐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马上去准备。小姐，热水准备好了。奶娘，我们在外面休息一下，等会儿再进去。小姐，今天我看老爷的意思，你跟义王的婚约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？放心吧，奶娘，我相信阿策，你也要相信我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拆散我跟阿策的。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了，翟思玉推门进去，在房间里仔细检查了一番，果然在枕头上发现了淡淡的绿色。他拿在手里，拿出里面的枕芯，放在鼻子上闻了闻，麝香，而且很长时间了。这个东西应该是以前留下的，想必这里以前也算是丞相府的冷宫吧。奶娘，我们把这些枕头被褥都扔了吧，这些别人用过的东西太脏。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，小姐身教体贵，怎么能准备这些别人用过的东西？王妃，我是若野。快进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院子的？属下一直在暗处保护王妃，所以跟着过来了。他们居然让王妃住这么破旧的院子。没事，若野，这里虽然偏远，但是安静，以后我出府办事也不会引人注意，这是好事。若野，麻烦你一件事呗。王妃，你折煞属下了，有事直接吩咐就行了。这里呢有100两银子，你拿去帮我买点被褥、枕头这些，还有帮我挑选几个会点拳脚功夫的丫鬟，要身家清白的，老实肯干的就行。王妃放心，王爷在离开的时候都安排好了。王爷说，等你回到京城丞相府，下人就从王府里直接调用，人都是绝对忠心可靠的。还有你的起居用品，厨房的锅碗瓢盆都给你准备了全新的一套，属下这就去取过来。若言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就来。我是月儿，有事想跟爹爹商量。进来。给爹爹请安。月儿，院子都安排好了吗？可还满意？都安排好了。月儿现在住在冷梅阁，
虽然远了一点，但是玉儿喜欢安静，所以很喜欢。冷梅阁，玉儿找爹爹何事？爹爹有什么烦心事吗？能给玉儿说说吗？说不定玉儿能帮上爹爹呢。翟思玉怎么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？无非就是想让翟思清跟翼王结亲，然后还想把欺君的风险摘得干干净净。爹爹是在想翼王婚约的事吗？其实玉儿也知道自己配不上翼王，他这么优秀的人，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呢？当时在正厅，玉儿没有好好思考，现在玉儿想通了，丞相府毕竟是我的家，不管是谁跟翼王结了亲，对我都有好处的，唯独我跟翼王结亲，反而会害了大家。如果爹爹为难，那由我出面去跟翼王说。玉儿，你真的这么想的？我的玉儿真是长大了，知道为爹爹分忧了。玉儿，你需要什么你就直接给爹爹说，爹爹都满足你，以后一定给你找一个好婆家，让你幸福生活一辈子。爹爹，女儿确实有一事相求，女儿想去买几个下人，院子里也需要修缮一番，请爹爹允准。这点小事儿，爹爹允了。银子我给你，好好去添置一些东西，下人你自己安排，需要什么直接来找爹爹就行了。玉儿，爹爹从来没有给过你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这些钱你拿去花，不够了再问爹爹要就是了。爹爹给了玉儿最宝贵的生命，这个是用再多银子也买不到的，女儿不敢贪心。装小白花谁不会？只是把自己给恶心到了。王妃，人都到齐了，在后厢马车里，一共4个人，2个丫鬟，2个婆子。丫鬟都是王爷安危营里挑选出来的暗卫，2个婆子都是之前宫里伺候过王爷母妃的老人，绝对可靠。王爷现在正在赶回来的路上，应该今晚能抵达京城。这是王爷之前吩咐的，这个是王府的令牌，一共2块，只有王爷和未来的王妃才有资格使用。王妃拿着这个令牌，可以自由出入翼王府，可以号令翼王府的府军，翼王府名下的所有产业可以任意使用。翟思玉此刻心里暖得一塌糊涂，这个令牌等于就是翼王妃所有。他的阿策用他的实际行动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。王妃，我们现在回丞相府吧，东西都在车上，我们可以从正门直接搬进去。翟思玉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，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那块令牌。王爷，你真的要骑马先走吗？属下担心你的安危啊。无碍，本王的王妃想念本王了。我今天晚上务必赶到京城，你就在马车里不要出来，反正也只有1天多路程了。王爷，你也知道只有1天路程了，非要骑马赶回去，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，我可怎么跟皇上交代呀？就在若风愣神的瞬间，南宫策已经策马而去。玉儿，我回来了，等我。夫人，现在大小姐在大门口买了1马车的东西，正往府里搬。买东西？什么东西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的？大小姐她还买了几个下人，而且这个事情好像是老爷同意的。什么？是老爷同意的？走，跟我去看看。不用看了，是我同意的。老爷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难道妾身哪里做的不够好吗？你们都下去。秋秋，你先别哭了，听我跟你说。翟丞相把他跟翟思玉的想法给柳氏说了一遍。老爷，这是真的？他真的愿意帮青儿？当然是真的。他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丞相府，就算出嫁，那还是要依靠这个家。他还算聪明，能为自己谋出路。听了翟丞相的话，柳氏心里放下心来，但是他始终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。今天上午的事情还历历在目，怎么突然翟思玉就转性了？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去跟翼王说这个事情？这个嘛，我来找机会安排就是。明天是他的吉祭礼，你一定要用心操持，别让玉儿寒了心。看来明天暂时就不能实行那个计划了，只有让表叔再等等了。只要青儿的事情敲定了，皇上赐了婚，再收拾这个小贱人也不迟。至于大夫人的事情，当年的人证物证可都是销毁了，人也灭口了，只要他不承认，小贱人也没办法。老爷，您放心，玉儿怎么说也是丞相府嫡女，也是我的女儿。
我一定会尽心操办明天的吉吉礼，绝不让丞相府丢脸。玉儿，来，走到爹爹身边来。玉儿，爹爹给你介绍一下家里人。青儿你已经见过了，这是七姨娘，这是翟思天，你的二弟。见过长姐。见过大小姐。这是赵姨娘，这是你小妹翟思莲。见过长姐。见过大小姐。今日玄儿怎么没来？老爷，今日玄儿跟同窗一起有一场谢师宴，前几日便定下的，所以她不好失信于人。玉儿啊，你不要客气啊，今天就是家宴，你随意些。柳氏现在对他的态度真是180度的转变。翟思玉看着这一家人，几个孩子年龄都相差不到1岁，只比自己小半岁左右，证明大夫人还在孕期的时候，这个翟丞相就开始广纳后宫，而且还雨露均沾。当时的后院一定很精彩，大夫人想必也心灰意冷了。翟思清今天特别的安静，当柳氏给他说了翟思玉会去跟义王说清楚婚约的事情以后，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中，应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吧。少了作妖的柳氏和翟思清，一顿饭也算吃得平静。当他回过神的瞬间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了他的浴桶旁。阿策，你今晚会来看我吗？我好想你。小姐，夜深了，得早点休息吧。今天累了一整天了。林嬷嬷帮他卸下发饰，换上了寝衣，秋儿和柳儿也准备好了汤浴。你们弄好了就下去休息吧，今天都辛苦了。是大小姐。浴桶里，翟思玉全身放松躺在里面，闭上眼睛思考着下一步计划。丞相府的情况暂时已经稳住，省了他的一些麻烦，现在就准备着手查清楚大夫人难产、将军府流放、南宫侧母妃过世3件事发生在同一天，到底有什么关联？背后有什么阴谋？这个需要时间，但是一定有水落石出的那天。原主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，何况还涉及到南宫侧的母妃。至于他自己，他想有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势力。虽然当一只混吃等死的米虫非常快乐，但他绝不会成为他的软肋，一定会是他的助力。等一切都安定下来后，他就跟阿策外出游历，看看这片大陆之外是什么。前世的他可是非常喜欢旅游的，世界各地都有他的足迹。不知道阿策今晚会不会来见他呢？他到京城了吗？想到这里，翟思玉脸颊微微发烫，他真的很想他。此时，窗户外传来枯枝断裂的声响，翟思玉感觉到有气息在逼近。当他回过神的瞬间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了他的浴桶旁。阿策。翟思玉此时心跳如雷，他朝思暮想的人就这样出现在他面前。南宫侧此刻乱了呼吸，也乱了心神，所有的理智在此刻荡然无存。他一把将女人拉入自己怀里，触碰着她的每一寸光滑，亲吻着她最柔软的地方，品尝着她的每一寸美好，仿佛诉说着对她无尽的思念。这一夜，他们彼此坦诚相待，交换了身心最深的烙印，从此密不可分。玉儿，还疼吗？都是我不好，弄疼你了。阿策，我痛并快乐着，我很幸福。玉儿，我现在又想让你幸福了，怎么办呢？本王妃准了。玉儿，只是害羞了。你不困吗？怎么这么早就醒了？我想再回味一下幸福的感觉。昨天我的玉儿不都幸福哭了吗？这男人怎么满嘴跑火车，越来越会了。玉儿，今天我就进宫跟父皇请旨赐婚，回京的队伍还有1个时辰就要入京了，我先回府，然后就得赶过去，忙完我就过来看你。玉儿，生辰快乐，等我。你这个采阴补阳的坏人，哼，不理你了。恭喜啊，翟丞相，有如此纯孝之女，真是福气啊！多谢岳大人光临寒舍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邵大人、孙大人，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夫人，表老爷今天也过来了，我看见他在前厅。他怎么来了？
不是说计划取消了吗？今天千万不能让他坏事。你去把他叫到后院，我马上过去。表叔，我不是捎信给你说今天计划取消了吗？你怎么过来了？赶快回驿站去。我知道，我就远远的看一眼我的小娘子，我又不干什么，你不用担心。那你别跟任何人说话，不然会露馅的。这里都没人认识你。好，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冷梅阁此刻，秋儿把前院的柳氏跟油腻男的面谈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说了一遍。大小姐，这是王爷提前为你准备的华服。换上吧。当翟思玉来到前厅的时候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哎呀，这女人带劲呐，必须弄到手。感谢大家今日来参加小女的吉祭礼，现在各位也别站着了，大家都入座吧。姐姐，我带你去认识一些新朋友吧。你刚回京城，他们都没有见过你呢。好啊，那谢谢妹妹了。姐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兵部尚书的嫡小姐岳之涵，这位是礼部尚书嫡女赵雪儿，工部尚书嫡女孙冰冰，这位是户部尚书嫡女吴月儿。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吉祭礼，如果有照顾不周，请多多包涵。听说你一直在乡下长大，第一次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吧？冰冰，今日是思玉妹妹的吉祭礼，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，你这样说，妹妹会难过的。思玉妹妹，她们平时喜欢开玩笑，有口无心，你不要跟她们计较。你叫我之涵吧，以后在京中我们就是姐妹了。姐姐，你今天真的太美了，我好喜欢你哦。我叫赵雪儿，你的面纱好漂亮啊，能拿下来给我看看吗？说着就要动手去摘翟思玉的面纱，柳儿和秋儿瞬间挡在了他的身前。雪儿，休得无礼。思玉，小女不懂事，性子顽劣，多有冒犯，请多多包涵。夫人言重了，雪儿小姐性情率真，心性单纯，与我很投缘。四皇子到，一王爷到。参见一王爷，参见四皇子，千岁。好了，大家都起来吧，今天不用拘于这些礼节。一王爷，四皇子，请里面上座。今日能大驾光临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。今日我跟三哥是代表皇上前来，听闻坊间传闻，丞相府大小姐为母亲祈福事记载，一片孝心感动天地，传为佳话。皇上听后龙颜大悦，赞不绝口，希望能在百姓中传扬此美德，特让我兄弟二人前来送上贺礼。不知丞相府嫡女在何处啊？此时，翟思玉从人群中慢慢走出来。三哥，你来给丞相府大小姐送贺礼吧。臣女拜见一王爷、四皇子。不必多礼，这是皇上赏赐的一对玉如意，请收下。谢主隆恩。青儿，注意分寸，过段时间婚事定下来，你还怕瞧不够吗？是，娘亲，女儿知道了。待一王爷和四皇子入座主位以后，吉基礼正式开始。翟思玉一身素衣跪坐在吉基席上，出家一拜，二家二拜，三家三拜，聆讯机械，最后礼成。一王爷，是否今日刚回京城啊？正是。好，这是我家小女岳之涵，过来向你问个安。小女岳之涵见过王爷。不必多礼，随意便是。10岁那年落水搭救之恩，小女一直没有来得及跟王爷道谢。落水搭救之恩，我什么时候救过他？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？岳小姐不必放在心上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此时，洛风走过来，在南宫策耳边细语了几句。王妃要王爷帮她演出戏。南宫策起身便离开了。岳之涵看着南宫策的背影，心里甜蜜又失落，终于跟他说上话了。虽然只有几句，但是他没有排斥他，没有让他走开。她应该是离他身边最近的女子吧？果然她是特别的。翟丞相叫本王过来，所为何事？既然玉儿要求的，那必须演戏演全套。王爷，是民女叫你过来的，与我爹爹无关，都是民女一个人的意思。哦，找本王何事？说来听听。民女与王爷自幼有婚约，不知王爷是否记得？
确有此事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岂会有假？民女有一件事请求王爷，希望能应允。何事？说来听听。民女自幼容貌皆毁，实在配不上王爷，也有损皇家颜面。但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不可违，所以恳请王爷看在我一片孝心的份上，娶丞相府嫡二小姐，也算没有违背两家承诺。这是翟丞相的意思。回王爷，玉儿从小纯善重孝，她也是为了皇家颜面着想，也不想违背她母亲的遗愿。我这个做父亲的也尊重她的意思。哼，老奸巨猾，本王还不知道你对我的玉儿做过什么吗？装，继续装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答应娶丞相府嫡女。民女多谢王爷，这是定亲的玉佩，希望王爷能请旨赐婚。这是我跟玉儿的定亲信物，我要好好收起来。好，请王爷到前院用膳，今日微臣定当陪王爷不醉不归。丞相大人不必了，本王还有要事，改日再登门拜访，先告辞了。玉儿啊，你真是丞相府的福星啊！你回家才几日，一直喜事连连，以前是爹爹对不起你，从今往后，只要你想要的，爹爹能办到的，你尽管提。那好啊，下一件事就是大夫人的嫁妆。阿策，婚服是不是要自己绣啊？我不会怎么办？放心，我3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。玉儿，你就先回房休息吧，后面的事情交给爹爹了。贱人，贱人，一群贱人！姨娘，为什么我是庶女？我哪里比翟思玉差？她都能风风光光办及笄礼，我却连前院都没资格去。云儿，你小声一点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姨娘，你知道今日燕王来丞相府了吗？你知道那些女人眼睛都贴上去了吗？我却没有资格出现在她面前，为什么我连见她的机会都没有？翟思玉在床上睡得很沉，以至于南宫策晚上来看他，他都不知道。南宫策也没叫醒他，躺在他身边相拥而眠。翌日，翟思玉是在暖暖的怀抱中醒来的。睁开眼，南宫策俊美的睡颜映入双眼。他用手抚摸着她精致的五官，偷偷地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，生怕惊醒了睡梦中的南宫策。玉儿越发调皮了。我把你吵醒了吗？没有，玉儿现在是大人了，可以成亲了。阿策准备什么时候娶我呀？昨日我已经跟父皇求了圣旨，父皇已经同意赐婚了。是吗？这么顺利啊？那日期定下了吗？玉儿来定宣旨的时间，但是不要让我等太久。宣旨后就让钦天监测算日子。阿策，不会等太久的，相信我。翟思玉转身扑进了南宫策的怀里。阿策，婚服是不是要自己绣啊？我不会怎么办？放心，我3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。阿策，你对我真好，我们要一直幸福下去。父皇，儿臣今日特来请旨赐婚。什么？策儿，你说什么？你要干嘛？儿臣请求父皇赐婚。策儿，你终于想成亲了，我为你操碎了心呐。说说吧，是谁家的姑娘被你看上了？父皇，儿臣自小就跟她有婚约，现在只是两情相悦，请旨赐婚。是不是丞相府上的嫡长女啊？正是。儿臣在数月前身受重伤，偶遇她，是她救了我，而且还帮我解了身上的冰裂之毒。没有她，我现在早就已经死了。既然你们彼此心悦对方，那父皇就成全你，即刻给你下旨。父皇，你可以先下旨，但是不要宣布，等到了合适的时机再宣布。现在我们还要处理一些复杂的事情。好，父皇这下放下了，改天带他进宫，让朕瞧瞧。我这么多儿子，你是第一个请旨赐婚的，以后大皇孙就靠你了。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事相求。说吧，难得今天你这么多话。儿臣此生只会娶她一人为妻，希望父皇不要再赐婚其他女人给我。策儿啊，你是皇子，也是臣子，你也知道前朝是需要平衡关系的。儿臣不需要用女人来平衡关系，我会用实力来证明自己。好了，圣旨我等下叫人送到你府上，
你先退下吧。谢父皇恩典。老爷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翼王奶娘，当年我娘亲怀身子的时候，那些姨娘是怎么进府的？当年啊，夫人怀孕的时候，老爷其实对她很好，很照顾。不过突然有一天，刑部尚书家老爷就派人过来说亲，当天就交换了庚帖，大夫人受了很大的打击。大夫人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把她当自己半个女儿。后来她出家，我也跟着过来照顾她。谁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。那府上其他姨娘你了解多少？我了解的不多。后来柳氏进门没几个月就怀孕了，然后老爷又接连抬进门2个姨娘，都没多久就接连怀孕了。我去，我这个便宜爹挺厉害啊，繁殖能力挺强。那他们都是从哪里嫁过来，你知道吗？这我知道的就不多了，好像徐氏是一个古商之女，不是京中人。赵氏是一个一馆头牌卖艺不卖身的戏子，具体哪里人不清楚。表儿，你多打听一下2个姨娘进府前的事情，还有在府里这几年的情况。是，大小姐。午膳后，翟思玉跟秋儿换了一身男装，易容后从丞相府里溜了出去。大小姐，我们这是去哪里啊？跟我走吧，今天我要做个市场调查，然后去我的宅子看一看。市场调查？秋儿想问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她又不好意思。秋儿，现在京城哪些店生意最好啊？大小姐，我也不清楚，这是我第2次来京城。我也是。我们往人多的地方走吧，今天就当熟悉地形了。翟思玉刚回到冷梅阁换好衣服，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一阵吵闹。你们这群狗奴才，都给我让开！我可是未来的翼王妃，你们居然敢挡我的路！翟思清尖锐的吼声飘在整个院子。他今天可是出去买了不少好东西，准备过来炫耀一番，结果人没见到，反而不让他进去。本想着让自己丫鬟婆子教训这些奴才一番，没成想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，都被推倒在地。你们给我听着，如果还不让那个贱人出来，我就去告诉爹爹，他大白天房间里面藏了个男人，做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我说翟思清，你大白天的跑我院子里来撒什么野，还满嘴喷粪，不怕我割了你的舌头？不知大姐姐迟迟不出来，是不是在屋子里面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？有屁快放，没事就滚，别在这里阴阳怪气的，我没有时间听你瞎叨叨。你这个小贱人，竟然敢这么和我说话！我可是未来的翼王妃。翟思清气得发抖，没想到翟思玉这么不给他面子，说着就向他冲了过去，想甩他耳光。未来的翼王妃，那又怎样？就算翼王在这里，我也是一样这么说。赶快把你们家小姐弄走，不然我就直接撕烂她的嘴。那几个人都被吓傻了，赶忙扶起他家主子，逃一样的离开了冷梅阁。柳儿，今天府里可有事情发生？回禀大小姐，今日下午府上大公子回府了，老爷把他罚跪在祠堂，还有一张后天的请帖，是岳父送过来的，说是请大小姐、二小姐去赏梅。只有我跟二小姐的请帖，3小姐呢？这次请的都是各府的嫡女，庶女没有资格参加。你去准备一套漂亮的衣服送到兰花阁给3小姐，顺便把赏梅宴的事情透露给她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这次他想带翟思莲一起去参加赏梅宴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让翟思清腹背受敌，没时间来他这里捣乱。大小姐，属下有事要禀。进来吧。不必拘礼，我也很好奇今日发生的事情，说来听听。今日二小姐跟不少京城贵女发生了口角，闹得很不愉快。别人看上的东西，她都要争抢买过来，而且已经放话出去，她是未来的翼王妃。现在外面闹得人尽皆知，翼王会娶丞相府嫡女。不错嘛，翟思清，很会挑起公愤。我看行明，这次赏梅宴应该也是岳府那位嫡女听到这消息后坐不住了，想给翟思清摆鸿门宴吧。有意思，挺期待那天的大戏。若野，最近怎么没有看到秦玉天？我想找他采购一批药材。秦公子年底比较忙碌，他的产业比较多，这段时间都在查账。大小姐需要什么药材可以写出来，属下去安排。好，你把这些药材准备好，过几天送到北城的一处私宅，到时候我让圈儿带你过去。属下领命。老爷，
你看看呐，青儿的手都受伤了，那个贱人太过分了。青儿可是要做翼王妃的人，他怎么敢动手？今日京中都在传翼王和丞相府结亲的消息，青儿，你也要收敛一下这个脾气，不要让人拿了把柄。至于玉儿，你也要尽快给她相看一户好人家，让她早日把亲事定下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对呀，现在就是把翟思玉嫁出去的最好时机。表叔还在驿站等着呢，看来要好好安排一下。老爷说的是，妾身一时糊涂，都忘了给大小姐安排亲事。老爷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两人又是一番缠绵拥吻，久久才分开。堂堂翼王爷怎么也成了夜探香闺的采花贼了？既然玉儿都说我是采花贼，那今晚这朵花我就必须采了。阿策，别闹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为父洗耳恭听，王妃请说。阿策，你给我说说这片大陆每个国家的历史吧，我想了解一下，最好给我一份详细的地图。怎么突然想了解这些了？地图倒是有，只不过在父皇那里。你需要的话，我找人临摹一份给你便是。阿策，是我考虑不周了，地图这个东西暂时就不着急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先给我讲讲各国历史吧。这片大陆叫玄天大陆，据记载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了，具体时间已经无从考证。传说当年玄黄开天辟地，平定战乱，收复各国，一统天下，是一代枭雄，天下百姓都十分爱戴他。后来玄黄驾崩，他的子嗣也开始了内斗，为了争夺皇位，死伤惨重。经过了时间的洗礼，演变成了目前四国鼎立的局面。那玄黄还有后人在世吗？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各国皇帝在暗中调查的事情，至今还没有他后人的消息。现在四国势均力敌，已经维持了数百年的时间，不过期间也是战争不断，各国都在试探对方的实力，想吞并了对方。北方是七国，天气寒冷，以畜牧业为主，民风彪悍；南方是陈国，天气炎热，蚊虫鼠蚁众多，他们擅长蛊术，虽然国力最弱，但也无人敢挑衅。西边是曹国，天气干旱，以各种矿石宝石为主，谁也不得罪，墙头草一个。最后就是东边的盛天国，土地富饶，盛产粮食，也是四国之首。四国每年都会在新春相聚一次，互相比拼切磋，不分男女。今年刚好轮到盛天国承办，所以各国来使这几日会陆续抵达京城。父皇今日让我来接待来使，所以过2天我会比较忙碌了，但是我每天都会过来。阿策，我明日做2个香囊给你，是御风蛊虫的，也给父皇送一个过去。玉儿有心了，父皇一定会高兴的。其实每次只要陈国来使，我们都盯得特别紧，他们的蛊术防不胜防。阿策，以后每天都会来看我，那我每天都给你准备晚膳，我等你一起吃。好，玉儿，我想快点宣布圣旨，我想赶快娶你回府。那就在新年宴会上宣布吧，我要让你的那堆烂桃花当场吐血身亡。玉儿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，跟为父想的一样。两人又是一番缠绵拥吻，久久才分开。对了，阿策，我想在京城做生意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？翼王府的令牌不是在你手上吗？明天我让若野去带你挑一出你喜欢的产业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真的？我都差点忘记了，我的夫君可是产业无数呢。这些是做什么用的？翟思玉给他解释了每件物品的材料和用处，也给他说了自己想把私宅改造成自己的专属研制毒药和解药的地方，还要做手术室和治疗室的想法。没问题，明日我就若风找人安排。玉儿，你看夜深露重，月黑风高，我们是不是该歇息了？三妹妹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看我？昨日的礼物可还喜欢？灵儿给姐姐请安，昨日送的礼物灵儿非常喜欢，多谢张姐。你我姐妹之间何须客气呢？倒是今日仔细瞧着，妹妹当真是好容貌，说是丞相府第一美人也不为过。翟思玉的话说到了他心坎里了，他也觉得自己的美貌在丞相府就是最美的，为何爹爹都不为他多考虑？他就应该得到翟思清的一切，凭什么他什么都没有？难道就是因为庶女身份他不甘心？现在这个毁容的长姐如此一说，他也没觉得是虚伪之词，反而觉得翟思玉才是慧眼识珠。长姐，
灵儿有一事相求，希望长姐帮帮忙。不知三妹有何事，说来听听。如果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长姐一定义不容辞。我们可是亲姐妹。长姐能否带小妹去参加明天的赏梅宴？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会，想跟姐姐去见识一下。长姐只需要想办法把我带进去即可，然后我会自己小心的，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而且也没人知道我去了赏梅宴，你看这样可行？如果是这样，也不是不行。到时候你就打扮成我身边的丫鬟，跟我一起进去。只是要委屈妹妹了。不委屈不委屈，小妹在这里多谢长姐了。那我明日一早就过来，换上丫鬟的衣服，跟你一起出发。唉，妹妹，我也为你觉得不公平，受这样的委屈。你说柳姨娘当年怎么成了当家主母了呢？她也是庶女出生，而且府里姨娘又不止她一个。翟思玉漫不经心地说着，可这话听到翟思莲心里，那就如同找到了共鸣一般，神色激动。如果当年是她的姨娘当上主母，那她就是丞相府嫡女，现在嫁给南宫策的人就是她，这一切都应该属于她。于是她心里有了一个计划，她要把柳氏拉下主母之位，让她的姨娘取而代之。我说表老爷，那个女人都毁容了，你还要？我看把她卖到青楼，估计都没人要。这你就不懂了。那天我见过她，那身段那气质，戴上面纱别提多带劲了。就算毁容了也不爱，晚上戴上面纱一样洞房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喜欢，我想找个机会让你来府上小住几日。这不正好新年到了吗？理由多的是，只要住进来，机会一定是有的。哎呦，那我就提前谢谢大公子了。今日晚上我请你去怡华楼，我们好好乐一乐。哎呀，小仙女好久不见啊！你最近可好？有没有想我做的菜啊？翟大小姐有礼了，来这边请坐。今日一早，三皇兄给我说，翟小姐想做生意，不知道想做什么生意呢？哎，小仙女，你的那些药材，给我2天时间，我给你送过去。你放心，绝对价格最优，质量最好。那就多谢秦公子了，到时候所需银两，直接跟若野说一声就行。四皇子，阿瑟给我说他名下的产业，目前是你在帮他打理，我还不知道哪些是他的产业呢，能不能给我细说一下呢？以后三皇嫂称呼我为南宫义，不用如此客气。也好，以后你就称呼我为翟小姐吧，毕竟我跟阿策目前还没有成亲呢。寒暄了这么久，也该进入正题了。于是南宫义开始给翟思玉细说翼王府名下的产业。翟小姐，你看看你想做什么生意呢？这边我把铺子提前给你空出来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些产业里面哪些产业最不挣钱，或者相对来说收益不是很高的？这几年是有几个产业，好像收益没什么变化，但也不至于亏损。那你说说看。收益不高的就是仙客来酒楼，刚开始生意很好，可是这2年没有什么新的菜色，生意也就一般般了。其次就是仙锦坊，这2年布匹没什么新花样，生意也就是过得去。还有仙士阁，由于曹国的矿石宝石价格奇高，所以仙士阁卖出去的首饰都屈指可数。那现在能带我去逛一逛这些商铺吗？我想去看看。哎，小仙女，你要先去逛哪里？我带你去，我兜手，走走走。秦玉天，你知道通草吗？是一种药材，你能找到这种植物吗？通草？你能画个样子出来我看看吗？好像没听说过。哦，这个呀，这个叫通托木，这个有的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不过小仙女，你需要这个做什么用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先不告诉你。一味草药能干嘛？难道还能做出一朵花呀？只能说秦玉天，你是预言家，不久后整个圣天国的女人都会为此疯狂。哎呦，大小姐你怎么才回来？今天家里来客人了，老爷正在找你去前厅一起用膳呢。哦，是谁来了？如果是爹爹官场上的客人，我一个闺阁小姐好像不太合适吧。而且今日我也有些疲倦了。是夫人家的表老爷，新年过来拜访老爷和夫人，所以老爷通知大家都要过去一起用膳。既然这样，我回去换身衣服，然后就过去。说完，翟思玉就转身往冷梅阁的方向走去。再提一句翼王跟你有婚约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他是我。若言，大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你以后在冷梅阁不用一直躲在暗处，都是自己人，你也跟他们一起吃饭休息吧。是，属下遵命。
你现在去通知王爷一声，让他在王府给我准备一个院子，要有小厨房的，然后把这堆东西也带过去，告诉他3天后我会跟秦玉天还有南宫翊一起过去。是，大小姐，现在就拿过去吗？对，今晚我要在前厅用餐，让王爷用了晚膳再过来吧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玉儿啊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娘家表叔，在圣莲城做生意，富甲一方呢。玉儿见过表爷爷。喂，你这个贱人土包子，有你这么跟未来夫君说话的吗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你是大公子是吧？我不叫爷爷，难道叫叔叔？我管我爹爹叫哥哥，柳姨娘我就叫她姐姐，我就叫你侄子吧。胡闹，还有没有一点规矩了？爹爹，是谁胡闹你也看到了，难道我叫错了吗？玉儿，你如今容貌已毁，京中的高门大户指定是嫁不了了。我们怕你受欺负，给你说了一门亲事，是你柳姨娘家的远房亲戚，家中也富有，嫁过去为正妻，而且沾亲带故的也有个照应，过去也不会受苦，不会受人欺负。我去，真的说的好有道理啊，感觉无力反驳。我说爹爹，就这个老东西比你年纪都大，你居然要我嫁给他？好歹我也是跟翼王有过婚约的人，你也要顾虑一下皇家的颜面。要是他们知道丞相府把长女嫁给一个比自己爹还大的老头子，你觉得皇家的颜面何在？你这个贱人，现在跟翼王有婚约的人是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再提一句翼王跟你有婚约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他是我。翟思清，你跟翼王的婚约你也是知道怎么来的，现在圣旨都没下，你算个屁！我告诉你，你在外面蛮横不讲理我不管，但是在我面前尾巴给我夹紧了，我管你是谁，天王老子我都没怕过。爹爹，这个老东西我是不会嫁的，只希望爹爹不要被蒙骗了，到时候别把丞相府陷入危险之中就行。老爷，你看看这个小贱人说的都是什么话呀，简直大逆不道，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老爷？是啊，现在太急了一点，皇上还没有下旨呢，翟思玉还不能动，只有再等等，等圣旨一下，到时候他不想嫁也不行了。晴儿，你说的什么胡话？赶快跟你长姐道歉！一天到晚没大没小的，爹爹是怎么教你的？若风，属下在。你立刻去圣莲城，把柳家在那边的生意全部毁了。以后我不想再听到圣莲城还有姓柳的。柳氏的表叔只要一出城，你就……是，属下领命。玉儿，这下没人会烦你了。阿策，就你惯着我，把我惯坏了怎么办？惯坏了就惯坏了，自己的王妃不宠着怎么想？阿策，我是真的好烦在那些女人堆里打转，一个个又虚伪，心眼比我还多。我也不是不会，只是觉得这些事情很浪费我的时间。是，我家玉儿可是要做大事的人，今天你都把东西搬去王府了，你知道为父有多开心吗？因为你已经把王府当自己的家了。我就是觉得这里不方便，而且3天后我跟秦玉天和南宫翊约好的，给他们乐意收的，只有你那里最合适吗？今天秦玉天跑来跟我说了，玉儿，我相信你肯定能行的，我的产业你打理我放心，反正以后都是你的。你今天第一次参加这种宴会吧，也丢了丞相府的脸。说完，直接进入了一辆豪华的马车。翟思玉也没理他，直接进了后面一辆马车。长姐进去以后，我就把外衣脱掉，我里面穿了另外一套的，然后你让秋儿姐姐拿走，还有发饰，我自己会换个打扮，他们不会发现的。那你自己在院子玩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呀，那不是丞相府的嫡小姐吗？听说啊，她跟翼王定亲了，是真的吗？谁知道啊，到处说她是未来翼王妃，搞不好是她自己瞎说的。这种事儿他敢瞎说，非议皇子那可是大罪，我觉得肯定不是空穴来风。你小声点儿，谁不知道月之寒一心想嫁给翼王，这么多人提亲都拒绝了，就是为了等翼王回京。我也听说了，我爹说岳尚书准备去找皇上给月之寒给翼王赐婚呢。真的假的？那今天又有好戏看了。走，我们快进去，找个好位子看戏。哟，这不是丞相府那个毁容的大小姐吗？怎么，之寒还给你下了帖子？你这个矮小症都可以来，为什么我不能来？冰冰，今天我邀请大家来赏梅的，而且还是在我尚书府上，来者是客，不要得罪了我的客人。今日感谢各位贵女来参加我举办的赏梅宴，大家都快快入席吧。